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钱子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瑞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德国总理的中国大陆之行，据说是收获满满。先来看看这一幕哦，这是梅尔茨访华漫步在故宫的红墙之下。他还留下了一个愿望哦，在他的 social media 上面用中文，应该是有人帮他翻译啦哦，写了一段话，说希望今年是德中的合作之年哦，这也是他参观故宫的时候在留言簿上面写下来的话。那另外有多少的合作项目呢？先来看看空巴哦，中国大陆说打算买120架的空中巴士哦，德国总理说很值得哦，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空巴跟波音啊哦，这个过去好几十年来哦，不断的在这个做竞争哦这样子的一个项目。那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市场之一。另外在汽车工业上面，大家知道蔚来电动车在中国大陆算是很厉害的一个厂商哦。那他跟这个德国的这个博士哦，就是 Bosch。来做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哦，两家厂商哦，围绕在这个智慧电动车的核心技术，还有做各种方方面面的深度的合作哦。那中德两国在汽车工业上面跟高端制作上面也有一些协议。另外，德国总理呢，他还去体验了哦，这个像是辅助驾驶系统。包括电动车，这是在宾士的中国总部试乘了新一代的 S 级的轿车。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呢，这个总理哦，他搭乘的这个车，他说好厉害的技术啊，因为它是高速领航的辅助驾驶系统，某种程度呢，你不用动手啊，它可以自动驾驶。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到了杭州哦。那这个梅尔茨他戴上了这个眼镜，这个眼镜是什么眼镜呢？它是 AI 眼镜。那这个眼镜呢，可以透过比如说你讲德文，我讲中文哦，它可以自动帮你翻译，你就不需要找这个翻译在旁边再做一番这个解释了哦。那可以很立即的在你的眼镜上面读懂对方的意思哦，这是作为一种很新奇的一个体验呐。对于梅尔茨来说，他也竖起大拇指，觉得很棒很赞。另外呢，在语数这里，他们参观了机器人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西门子的 CEO 讲了一番话，我们来听听看。Hangzhou is a very innovative place. People are saying that it can be the Silicon Valley of China. I would say it's maybe the Tech Valley of China. Der Lehrer wird zum Schüler. Der Lehrer wird zum Schüler. Yes, it's very specific for China because you develop so quick, and this is impressive. I love this. Wow, Even thank you. I'm so old that I not can follow all the time. 好，我们看到在 AI 的领域，在机器人的领域哦，这个中国大陆可以说它发展的非常的快速哦，很多国家都没有办法这个赶得上。那另外呢，德国这一次他带了大批的企业团到中国大陆参观，那当然你看到这一张大合照，其实透露非常多的讯息，包括您看到中国大陆这边有代表，德国也有代表哦，那它代表了哪一些呢？包括荣盛石化的公司哦，这个包括石油化工啊、化纤啊，还有包括电动汽车啊，这个包括工业自动化、制冷家具啊、语数哦，这个不断的被提到的，这是机器人方面的领域，还有包括您看到阿里巴巴，这是 AI 云计算跟电商哦，还有吉利控股集团，大家知道它是汽车公司哦，所以包括 AR、AI 还有机器人呐、像这些方方面面的合作，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哦，这个未来2个国家会往哪个方向来做产业上面的合作。有一座小城，它叫做太仓，其实它离你看它在这儿，它离上海才30分钟，开车就可以到达，基本上在浙江这里哦。那它素有德国汽车在中国的聚集地之称哦，因为这边有大概好几千名德国人，他们住在这里生活跟工作哦。那德国工程技术啊，也在当地的经济结构之间已经融合了。回推到1993年。这座小城跟德国就正式合作了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现在德国企业以这里为基地啊，在浙江这里建厂，那也在做一些工业上面、一些商业上面的合作。来，我们先请教赖老师。德国这次总理他确实是很重视到中国大陆的访问之行啊，因为他很明显的感受到美国从川普去年上来以来，对于欧洲的态度改变了。
对德国的态度当然也改变啊。那目前来讲，德国过去跟就去年应该讲是在去年的时候的2024年，就是前年了。它跟美国的贸易额是第1名啊，美国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退到第2位。但是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由于川普上来，把整个都改变了，所以美国又退到第2位，中国又成为德国的第1大贸易伙伴。那对于梅尔兹来说的话，他的目前面临他国内的经济快速的衰退，而且退的速度太快了。其实德国的2届政府都因为没有办法解决好，所以2届政府都垮台了。那他现在是第3届政府，为什么会说2届政府呢？是梅克尔下台之后的连续2届政府，那都没有办法把经济搞好。那他是第3届上来了以后，他1年以来，他一直没办法去中国大陆访问。那我想他经过这段时间，他认清楚了一个局势，就是必须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那为什么说德国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那是因为前2届政府是主动的改变了德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因为梅克尔在任的这10几年间，他跟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战略伙伴关系，很稳定。然后大陆一直是德国的第1大贸易伙伴。那德国的重工业，包括汽车工业，还有机械、西门子等这些精密制造业，中国都是它的最大的市场。但是当梅克尔下台之后，2届政府就把整个改变翻转了以后，他们就中断了这种高层的，也就是总理级或是元首级的定期的会晤机制。过去是每1年会至少见1次面，那么梅克尔的时候甚至1年还见到2次面等等。那后来就中断了。这一中断当然对于德国以目前内外交困的情形下是不利的，所以默茨他很明确的就是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但是我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事只能审慎乐观？为什么？因为他目前还是联合政府，例如说他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还有他的外长，他们基本上对于默茨到中国的访问是不支持的。例如说默茨还在杭州的时候，那他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他就直接说，对中国大陆不能太天真了我们对于这个大陆的产品还是必须要管制，我们还是要走这个欧洲至上欧洲优先的这个保护主义的观念。那等于是你的老板总理在中国访问，说要扩大中德之间的合作，你的副总理在国内叫板说不能太天真。那对大陆来说的话，那到底谁说了算？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应该是总理说了算，不，因为联合政府他们相互牵制，所以我觉得德国的总理回去以后能不能改变稳住内部的局势，跟稳住他跟中国的关系，还有稳住跟美国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对默茨来讲是一个考验。如果他没有办法经得起这个考验，很有可能这一届政府说不定也执政不久又要下台了。那我们看到的就是德国的情况就是不断的在换届不停的在换届。第一个，第二个，没有任何一个党是稳定的超过多数的党。那也就是说，一直都是左翼跟右翼的合作，而不是说我右翼的例如说我中间偏右，然后跟更多的右翼合作，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德国也困扰于它的极右翼，也就是选项党一个新的类似于不算是纳粹，但是已经有朝向纳粹的方向的这种极右翼的政党在崛起。这个德国内部里面也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欧洲里面，德国的选项党是极右翼，法国的国民阵线也是极右翼，在亚洲的日本的这个自民党是这个军国主义，也是极右翼。所以这个极右翼目前来讲，在欧洲、在亚洲有在慢慢的在兴起的过程里面，很多的非极右翼的广大的政治人物跟民众都感觉到忧心。那我们来看看，德国如果经济一直往下走的时候，极右翼就有市场了。这个情况就跟日本一样，日本的经济越来越糟以后，极右翼的市场就越来越大。这个本来都是一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时德国的纳粹，也就是因为他们的经济越来越衰败以后，那么极右翼的纳粹就兴起了。现在这个土壤在欧洲、在亚洲、在日本、在欧洲都已经开始又出现同样的情况。所以我个人觉得，德国的默茨来讲，他一直想稳住德国的经济，但是看起来他要展现他的才干才是。是，来，董哥。其实大家看到最近欧洲很多国家
络绎不绝去中国大陆访问。那当然，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有非常多的科技是领先的，就是以Mayer这次来讲，他最主要看的是什么人工智能，对不对？然后机器人就是这个机器人就是春晚大显身手的舞步的那个机器人那它可以在空中翻3公尺大家可以看到。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德国它最近比较慈悲的就是我们的能源带动了电动车。那德国过去当然它有非常强的汽车这个汽车大家都熟悉的宾士BMW 对不对还有那个福斯汽车这3大。那当然它在电动车跟中国大陆现在已经相去非常远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他这一趟他必须要走出去那刚刚赖老师所讲说他回去还要再去整合他的联合政府这是当然会这样，因为过去在世界上是顶尖的，是最强的，现在被人家超越那超越你总要去面对现实。30几年前我去中国大陆采访的时候，那时候的大陆的计程车都是德国的Volkswagen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众汽车、福斯汽车。那现在呢？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所以中国大陆这几年的改变，而且这么快的速度，其实也都让黄仁勋害怕。黄仁勋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你认为他们不怎样？他其实已经跟美国很多那个都已经跟我们很接近了这是黄仁勋自己讲的自己这个产业。那我们其实看到了，这些国家会这样做的话，当然最主要他们是被川普逼过去的嘛。很清楚，美国对过去这些盟邦不假辞色，而且施以很高的关税。那对他们来讲，他们没办法只好再去找一个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他们过去所看不起的中国那这回一个一个看来的话，其实中国大陆倒很愿意释出他的善意啊。你来的话，我也知道你跟美国的飞机在竞争嘛，你是空巴嘛，空巴的结构是怎么样？空巴其实它的股东主要是一些政府，欧洲的政府譬如说法国跟德国都有占10几%的股份西班牙有将近5%的股份。大家可以看，它是很多国家联合起来。那这个形成的时候，当然是要针对波音嘛。恰好这将近10年来，波音的飞机一直出事，死了很多人嘛。所以空巴来讲，它很好机会。可是美国它强行去促销嘛，所以台湾要买多少波音台湾不会有很多空巴的订单。我跟各位讲，它一定是顺着美国嘛。可是波音很多人觉得比较危险那他强力去促销，从蔡英文时代就去促销，我们的总统府是否认了，结果总统府的整个对话，他是上网被大家看到，明明就是有美国的众议员就是跟蔡英文强行推销我们政府否认，最后我们还是买了，我们的华航还是买24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有形无形的就可以给欧洲很大的压力，因为川普把所有美国很多产品出来当做他谈判对等关税的工具嘛。那欧洲这些国家当然到处去寻求，所以各位看梅尔兹他这个一定要走，因为前面英国的已经去了，斯凯尔过年前去在更早马克宏他去成都大家看到情况，芬兰的总理也去了，就是大家都去了。那我总要去看一看，那他也不一定是怎么样的专家，他要临行之前，他找了一些顾问来问，跟中国大陆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再带了相关的这些产业，这些产业有很多本来在中国大陆有投资，譬如说西门子这些那大家来共同来会商，我们如何进入中国大陆的市场，我们跟他有一个好的。这个不管谈成谈不成，对美国也是一个压力。你美国再对我这样的话，我可能这个产业就可以过来。所以他这一场行程是很重要，做给德国人看，也在做给美国人看。没错，来请教舰长。德国在梅克尔时代，那其实它的经济是很好的。那它的经济好，是因为它在使用了北溪1号跟2号这个便宜的天然气能源，然后它使用了德国自己的一个技术传承以及中国的市场。但是当它跟中国切割，当北溪1号、2号天然气管断掉之后，德国就开始去工业化。当德国去工业化之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惨状那以前到底梅克尔时代有多好？我们看到这是2014年的7月，梅克尔竟然跑到成都的市场，
他去那个买那个做这个宫保鸡丁的一个鸡丁，还有买这一些豆豉，他去买这些，而且他还直接的在电视荧幕上做完之后，他还全部吃光。这个就是以前德国他为什么强盛的原因。那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啊。那我们看到这一次莫尔茨他这个总理他在出发之前，他就讲到说，相信中国大陆的15+5的一个计划会为德国带来机会，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因为刚刚就正如赖老师以及董哥所讲到的，现在中国大陆满街跑的已经不是德国的汽车了。我们看中国大陆的戏剧，在10年之前，他们的戏剧里的总裁做的都是宾士，然后富二代做的都是 BMW，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比亚迪，都是仰望这一种车子，也就是中国大陆自己的车啊。那例如说，我们讲到这次那个德国的总理，他去看了 Momenta 这个企业，这个可不是中国。只有中国在用，我们看到宾士也在用，那甚至这个 Toyota 或者是我们讲到的Honda， 其实通通都在用这样的一个智慧驾驶系统。那这种智慧驾驶系统呢，实际上来讲，它是最早之前跟比亚迪合作的，所以它拥有今天的这个市场啊。那我们刚刚看到了西门子的总裁，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宾士他的一个董事会主席讲什么？这个记者问他说：“哎，你这个照片你发给谁？”他说：“我发给我的小孩啊。”他说：“这一个也就是语速机器人非常好、非常精彩的一个表演啊。”他说：“机器人是未来的一个，对未来来说非常重要。那所以说现在日新月异，这个只是宾士的领导人呢。那我们接下来看，BNW 他的一个董事长是怎么讲？他直接考虑的是它的应用，他说可以运输，或者是他在恶劣环境中如何工作。那另外他说他结合了轮子而非四肢，他说这个他从来没见过，他是一个我们刚刚讲到他是董事长，他都没见过。可见中国大陆进步已经不是德国可以想象的。对，像国民党的智库不是到那边去交流了吗？他们也去看了一些 AI 的发展，回来也是说，的确耳目一新哦，有一些是我们这边从来没看过的希望我们这个台湾也可以迎头赶上。不过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央视的国防军事频道，昨天播出了这一段画面，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主播是这样讲，他说，这个解放军的轰6K 战机第一次飞出第一岛链1000余公里的地方啊，创造当时空军前出距离最多最远等多项纪录哦。这是央视的军事频道，它的国防军事频道就是公开的这个播出像这一段画面哦。他说，这个双机编队在巴士海峡口遇到2架外机，他们有讲说是哪一个国家的飞机逼近，然后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个飞机呢，就向对方亮肚皮就是让他们看一看，我有挂弹，这个里头有这个配备这个飞弹在肚子上。可是呢，地点还有演训的时间点，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某种程度就是要告诉大家说，解放军已经有可以飞到这么远，第一岛链1000公里以外的地方。那我们再来看看央视披露的这一段画面，他还说，歼16战机曾经在东海空域跟美军的 F-22猛禽战机发生近距离的对峙。歼20隐身战机曾经驱离 F-35，在空警500预警机的支援之下，形成先敌发现、先敌锁定的态势优势透过这个央视的报道，他还说，歼16搭载了具备抗干扰能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之下锁定多个目标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他在秀肌肉，告诉大家他们的空军的实力有多么的强大。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 TVBS 的新闻网的报道，是说解放军有一种黑科技吗？中方现在讲说有一种很大型的无人机，它可以飞到某一个区域，然后呢，这个变造
发射机的讯号哦，就伪装啦，伪装成其他国家的飞机，其中包括什么呢？被美国制裁的白俄罗斯货机、英国皇家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哦，这个是民间的一个追踪网站，他们有侦测到的哦，真的是黑科技吗？哦，这是干扰的一个战术吗？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呢，中国大陆的第4艘航母，现在也有很多人拍到这样的画面哦，说是在辽宁省大连造船厂正在盖。那有基本船体的组装已经移到了机舱，而且分析师认为它以安装核反应炉的特征有个地方可能要安装核反应炉，所以有可能是核动力潜舰吗？核动力航母吗？船体内可以看到2个像是屏蔽的反应炉，还有多达4个机舱这个是有人拍到的卫星照片，从卫星照片往回推敲它的可能性。那另外 F-16美军的 F-16它已经服役45年了，我们买了 F-16V 到现在都还没有来可是最近呢各个地方回报服役45年的 F-16V 算一算有770架坠毁，怎么会这么多呢？尤其最近在美国在韩国的这个军事基地怎么搞的？一个月3起意外包括25号夜间训练坠毁，然后呢，这是1个月内的第2起。如果再加上驻韩美军1月的坠机事故，那就是第3起。所以这个有一点多啦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关系，现在交恶中所以这个关系回不去了。在这个美日菲最近在南海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你可以看到这个3个国家起来做军事演习。那昨天我们为您报道了中国大陆出手制裁日本的一些包括造船包括20家日本实体的一些这个军工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包括富士航空的航天技术那这个日本的反应非常激烈，首相高市早苗说绝不容许，要求中国大陆撤回。中国大陆有一个商务部的回应他说为了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他们认为他们实施的这个制裁完全合法，也完全合理那另外呢，北韩你知道他常常在阅兵尤其每一年的像是劳动节劳动党大会他会有一个阅兵的活动。可是这一次非常罕见，它是没有武器的阅兵没有武器的阅兵，所以有媒体说金正恩有没有可能放软？因为川普要访问中国了嘛，那有没有可能因此就是示好？金正恩有说一段话，他说全面扩大核武库对美关系取决于华府的角色。他说如果美国尊重我国当前的地位，撤回对北韩的对抗政策，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和美国好好相处。所以永和也是跟美国叫板的一个武器。来请教赖老师。大陆早就穿越第1岛链了现在事实上美国已经退到第3岛链了而不是第2岛链那第2岛链只是嘴皮上讲，因为美国也心知肚明，例如说这个轰6K也飞到过接近关岛，那它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是它可以从空中对于地面，也就是关岛的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关岛都可以打得到，那各位观众朋友，菲律宾怎么可能打不到也就是说，美国设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事实上都可以用轰6K，它本身可以这个涵盖在它的射程范围内。日本的全境也是如此。我们也注意到，解放军它目前来讲，它过去的航母很少在日本的周边举行军事训练，但是从高市早苗去年11月7号开始讲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以来，解放军的军演事实上已经不但穿过宫古海峡。过去是穿过宫古海峡以后，那么就往南走。那这次的穿过宫古海峡以后往北走，而且是在日本的外海这个地方举行军事操演，也就是在日本的有关于这个4国这个地方进行操演。那轰6K跟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图95，事实上有对于横须贺的美国的空军基地美国的海军基地进行的这种威慑性跟东京进行威慑性的一个演练性的打击，我觉得大陆已经在展现出说，如果日本的军国主义再起，那他当然有这个能力对日本的全境进行威慑性的一个攻击。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未来中日爆发战争的话，战场不会在中国大陆，一定会在日本的本土。
过去2次大战的时候，尤其是在2次大战之前，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战场是在中国大陆，所以大陆是经过日本的蹂躏。那未来战场一定是在日本的本土，那也就是说，日本的本土一定会经过战争的洗礼。那也就是说，对大陆来讲，他们现在也准备好，必要的时候要给日本一个很惨痛的一个教训，让日本人，因为他们已经判断出日本这个民族性就是不感恩。例如说，当时蒋介石的这个以德报怨，日本人不会感恩的。那他们认为日本这个民族性是畏威不感恩，就是说畏威不怀德。他对于你用德来对待他，他不会感激你，他认为你是示弱。那你就用威，像美国人这样子的话，那日本人才会对你臣服。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战略也在转变。那另外您介绍的有关于歼20跟歼16，歼16是可以做电战机使用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特点是在哪里呢？这个是美国自己的空军司令，他们也承认的，就是说美国的隐身战机在中国的雷达下是没有作用的，也就是说大陆的雷达可以看得到美国的隐身战机，所以隐身战机只能对于雷达弱的国家会产生功能，但是如果对于雷达强的国家来说的话，隐身战机的效果就递减了。那事实上，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自己也承认，他们的这个 F-35战机是打不过这个歼20战机的啊。那事实上，连歼35能不能打得过啊，美国人都抱持了怀疑的态度。所以，为什么川普会急于一定要发展第6代战机？这就是因为在战机这个部分，他们都落后了。我个人认为，高市早苗说啊，对于稀土，尤其是对日本的军工企业的稀土进行管制，他说绝不容许，这有点是阿 Q 啊。你说绝不容许，然后呢？然后呢？你来抢吗？你自己做不出来，你也买不到。你说绝不容许，然后呢？然后大陆就是实施了嘛，那你就是没有嘛。你的军工企业目前来讲几乎都在跌，都在一直无限量的往下跌，那就代表什么？代表你根本做不出来了嘛，这个就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你绝不容许又怎么样？可能要派人沟通，他看起来是要派人沟通也没用。好，来请教舰长。其实我们看到25号那个北韩进行军演，北韩一直都是家天下。那这一次金正恩带着他的女儿金主爱，那一起进行军演，那当然，各方的这个研判很多，但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是啊，他其实就准备将他的政权传递给金主爱，然后只是这一次是第一次，那让大家知道，而且金主爱日前也已经担任了北韩的飞弹局的局长，那一般的推测他才13岁啊。飞弹局局长，对，飞弹局局长。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25号他们的一个阅兵的照片。其实这个也就是他就站在旁边，这也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仔细看，他在2022年的11月19号的这一个火星17号飞弹发射的之前，他就牵着他小女儿的手进去看完之后还站在旁边看着发射，那这个也就是政权传递那的这个意图非常明显了。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轰六，那轰六其实如果按照央视最近的利剑的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轰六以及这个歼16，它在这一个海域，那这个海域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这个就是黄岩岛，那这也就是威慑菲律宾的这个态势非常明显，而且他在我这截了好几次才好不容易截下来，这个只有一瞬间的照片，他其实加挂了这个鹰击12的这一个反舰飞弹，意思就是你美国跟菲律宾再怎么演练啊都没有用。那这种飞弹呢，其实我们讲到它已经算是前一代的飞弹了哦。为什么？因为现在未来它可能加挂的是鹰击15的这个
超音速的反舰飞弹。那这一个飞弹呢，它的超音速的速度是2倍。那如果是以高空的弹道，就是像轰6这样的一个投弹的话，它可以飞400到500公里啊。那这么远的距离，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也就是我还没有到达关岛，你才刚出港我就命中了。那至于说刚刚讲到，有关于之前美国是不是 F-35被歼20拦截这个问题啊，也就是我们看到这是2022年3月15号，在这一个研讨会上，美国印太司令部的空军指挥官他直接讲了这么一件事，而且我们来看啊，这一个中央社还特别有谈到这一件事情，他讲到与歼20是在东海遭遇的。那问题在哪里？是你怎么发现这一个F-35的？也就是他们为什么提到说，怎么样才能打断中国大陆的急杀链？那这是他们很有兴趣的。那还有关于直管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发现。这不用奇怪，因为你们对于米波雷达完全不进入状况。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种米波雷达，那这个是052D 上面的，那这是那个052C 上面的，这2种都是飞弹驱逐舰。那这一种是以前俄罗斯的，那大家觉得这个都是旧的啊？对不起，最近这个乌克兰也展现类似的这一个雷达，如果烂。为什么乌克兰要用？我请问一下。所以我们这样讲是大家不认知啊。那而且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看到大家觉得055万吨大驱没有啊，还真的有。我们看到055万吨大驱这里后面有一个洞，这个洞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 JY26的这种飞弹，不是这种雷达才一半，它因为它的运输原来就是如此，放在这边刚刚好。哇，来请教董哥怎么看？对啊，他虽然我们看轰6K，他虽然没有讲说是哪一个国家，但很清楚就是美国了。那什么叫亮肚皮？亮肚皮就是飞机在开的时候亮给你看，我的武器在这里，我带的家伙在这里。它主要的家伙是什么？它有6枚的长剑20那这个是空射的巡航导弹然后当然大家也要看它有鹰击的63B， 那个是反舰的飞弹就是说。为什么要秀这个？因为轰6K其实它覆盖到第2岛链就是告诉你，就是说我不但可以飞这么远，而且我其实是可以锁定你这一些。那这个当然秀肌肉意味也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也很清楚美国带着他那些所谓的盟友在这里已经嚣张非常久了。那美国现在自己的人脉自己也很清楚不管我们最近看到所有他们的智库或者兵推的单位他们自己也很清楚。目前目前世界上现在有一场战争，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发现它叫做巴基斯坦跟阿富汗，目前正在打目前打得非常热闹。那当然阿富汗远远不是巴基斯坦的对手，为什么？因为巴基斯坦有600多架战机。而且它有170枚的核子弹，那当然塔利班绝对不是对手，可是塔利班可以让美国人很头痛就是说你现在就知道很多战争是不是我们想象的？美国在阿富汗统治了20年，可是最后是铩羽而归，仓皇北遁大家看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战争就是跟我们过去的理解不一样。那台湾当然。跟我们的 F-16就很重要了，因为刚刚提到了 F-16在韩国，美国自己的基地也掉了，然后韩国掉了2架，到底怎么回事？在台湾也掉啊，新博弈那一架大家都忘了吗？还没回来1月6号现在大家都忘了我们看过年期间新博弈的太太，我们空关他去海边，他说我们现在离他最近。那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政府在讲，我们已经找到黑盒子已经有信号，没有信号了，现在已经没有电了啦。这其实你看到这个新博弈之前有一个叫做吴燕婷他是撞了，那时候蔡英文当总统，哇气，我们都是家人怎么样？后来你有没有在看过吴燕婷的太太？没有。我告诉各位更残酷的，这个案子，军方怪民航局，民航局说是你军方自己责任。检察官在调查，你知道你们那基隆地检署，
到现在已经7年了，现在还没办法起诉啊，检方不给资料，你就可以知道我在讲，当然因为这跟我们比较相关啦，那很多东西相关，它其实是勾连在一块哦，就好像为什么高市早苗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这样，因为他是很清楚，高市早苗就是支持赖清德的台独嘛，哦，他用这些动作在表现，那这是中国大陆可以讲，不管他讲多少，就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谁支持台独，我就跟你没完没了，这是不能跨越的红线。他以为他跨越有川普那个，可是川普现在还急惶惶的要去找习近平，你看这个套要怎么解决啊？是。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状况，现在美国掀起了逃亡潮，他们要逃离川普。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现在美国人移民海外的人数已经创下90年来的新高。他们统计2025年川普在执政的这一年，移居海外的美国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移入美国的数量。过去大家说好多人，每个人都想有美国梦，大家移民到美国，可是现在不是这样了，移民的人少，移出去的人多。这场移民政策风波的背后，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逆转。美国公民用脚投票，而且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带着惜家带眷，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带着家人前往生活成本更低而且更安全的地方去过他们的生活。美国现在通膨，你的生活成本很高，而且不安全。你看到街头各种的这个抗议事件不断的在街头上上演。另外，《华尔街日报》它是一个专题报道，它访问了12个在海外留学的美国学生这些人有的在西班牙，有的在苏格兰，有的在英格兰，可是他们都说我不回去美国了。只有1个人说我要回去，其他11个人说我要留在当地生活。那另外呢，现在美元也一样，全世界在加速去美元化。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媒体就讲，因为这个关税的政策让非洲加速去美元化，转向人民币，尤其是非洲因为中国大陆对非洲其实已经做了10多年、20多年来的工作了所以你看到人民币现在已经变成全球第2大贸易融资货币、第3大支付货币。而另外呢，大家知道美债高筑这个越来越多，哪一些国家不断的买美债呢？就是跟他的同盟国我们看到数据显示，2025年跟华盛顿，也就是跟美国立场更为一致的国家，买进了4000多亿美元，将近5000亿美元这是从2016年以来最大的购买额那跟它不一致的就是反美的啦。简单讲这个同意美国跟美国这个同盟的国家不断的买美债，可是反对美国或是跟美国立场不一样的抛售美元抛售美债那这个数字也是6年来的新高。而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包括我们说到中国大陆有很多的稀有的一些这个元素稀土现在铱跟抗短缺那这2个元素是在17种稀土元素里面最为冷门的，可是呢，在国防技术、在航太还有半导体上面呢，非常扮演吃重的角色，而且全部都由中国来生产。那现在呢，美国航太半导体稀土荒加剧了。我们可以看到，去年11月，其实路透社有报道说是铱现在很缺，全球大缺货。那11月到现在才短短3个月铱它的价格已经飙涨60%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有很多包括在航太啦，包括在半导体已经没有办法制造一些这个相关的产品了。有2家采购铱来生产涂层的北美业者就跟路透社讲说，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只能暂停生产。而另外，太空也是中美2大强国在竞逐的领域。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公布了2026年载人太空计划，月球着陆计划推进到2030年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在今年，中国会执行2次的载人航太飞行任务，还有1次的货物补给任务。而另外呢，孟舟首飞试验成功，这是登月计划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包括因为中国大陆的布局让美国非常的紧张，所以美国国会干嘛呢？他要求国际太空站延役2年，而且要设月球常驻站，这是要跟中国大陆来做太空布局的抗衡。美军也要追加预算3967亿，干嘛？他们要做秘密太空武器。
用途是监控共军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五角大厦哦，它追加了126亿美元，加强对大陆的军队、潜舰还有卫星动向的情搜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2个国家不断的在竞争。来，请教赖老师，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少于美国人移出去的人数，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何等荒谬的事啊！我们想多少年来，几乎都是移民进美国的多于移民出去的美国人啊，所以很多外国人要到美国来，美国人要离开美国的人数比较少。可是现在，我觉得这不完全是川普的错了。我觉得从拜登开始，从川普第1任到拜登到现在，我觉得造成了今天这个结果。只是川普上来以后变本加厉，我觉得他加速了这个节奏啊。因为事实上，在拜登的时代，大家都已经发现已经产生变化了。为什么？第一个就是美国的 K 型社会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少数人掌控了美国绝大部分的财富。绝大部分人的人要获得小康的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的可能性跟机会一直在流失，所以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充满机会的一个地方，它反而这个美国梦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再加上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然后目前来讲没有往下降的一个趋势，还有就是就业机会越来越难。然后虽然股票涨得翻天，但是问题就是那是有钱人在炒作，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能力去买股票，再加上社会治安越来越不好，川普本身对于社会健保啊，尤其是这个社会福利跟健保他又不关心，他认为这个是不是好的政策啊？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觉得更多的美国人到海外去以后，就干脆就不回来了啊，就留在那个地方。他找到工作，或者是结婚了，或者是怎么样，他就不回去了。我觉得这个情况对美国人来说其实是警讯。那么还是想移民到美国去的人基本上来讲，那就是生活比美国更加恶劣的。只要生活环境比美国更好的，他很有可能就不想再到美国去了。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说，当然是亮了一个红灯了，因为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多人的梦想的一个移民的一个地方。川普的情况，我觉得只会让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现在对于您刚提到的乙跟抗乙是用在发动机的一个涂料，那一层涂料如果一段时间就要对发动机再涂上去，如果你没有那层涂料，或者那层涂料消磨光了，那它本身的发动机就容易在高温中溶解。这个对于这个发动机的生产制造商来说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没有这个乙这个涂料，它的发动机就做不出来。那现在的情况是，乙他们基本上从大陆这边买不到了，而且他们的存货已经不再是几年，现在只剩下几个月。如果再买不到的话，那发动机基本上就可能做不出来了。这个对于美国，不管是在于用在军事上，或是用在民间上，是一个大问题。对，另外是半导体。半导体如果这个抗再也没有办法供应的话，那其实连台湾生产晶片的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这无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2个稀有金属基本上全部都是中国大陆产的。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川普大逃亡在美国上演，请教董哥。川普在这第2任期在美国当然他整个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变化那很多人逃亡。我记得我在大学那时候念书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纽约大逃亡》A. 卡本特那寇特罗素他们合作了一个片子，很受欢迎。后来又拍了一部叫《洛杉矶大逃亡》。现在的大逃亡既然全美在大逃亡，你知道最有名的人是谁吗？就是乔治克隆尼。乔治克隆尼带他的老婆就是入籍法国了。然后他酸川普，川普骂他，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有名的演员。他还不有名呢，他很有名然后说你搬去的是好消息，2个就斗嘴了。那斗嘴，当然你一个政治人物这样斗下来，就让人家瞧不起了。乔治克隆尼上个月他就公开跟美国的老百姓喊话，他已经是法国人了嘛，说像这种总统我们就是今年11月期中选举要给他好看。
好，那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对川普来讲，有这么多人用脚来投票的话，对他来讲是很大伤害。那这个伤害是怎么样？因为川普大家也知道，你就是言而无信，然后跟人家签的约或讲的话也统统不算的话，这个你过去在商场可能用这样坑了很多人，可是你作为一个国家元首，那这个其实是很糟糕。以我们台湾来讲，我们是2月13跟他签约，2月14我们就开始放春假了，放春假放9天，在放春假期间20号，大家把那个日期记下来。20号，美国大法官就跟他火结说：“你这是违宪，1个礼拜而已啊。”那我们那时候欢欣鼓舞，行政院开记者会，大家记得13号开记者会，你看，这个奶茶珍珠奶茶就可以怎么样，哇！然后访问了蝴蝶兰业者，哎呀，公鸡鸡业者，我告诉你，他们现在很惨了，你现在很惨了，这对不对？才几天而已，所以可以看到了，其实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一样。美国很多公民都一样，现在在美国已经有2000家的企业或者一些州政府，包括纽约州政府告美国的中央政府要求赔钱。是，那这个官司打下去，美国它是伤害会很大，就是人民或者企业，因为他有大法官的依据，他告你几乎绝对赢嘛，只是你要怎么退我钱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混乱，各位朋友。那我们现在还在死抱美国死抱到这种地步，要不要想想办法？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这个太空的竞逐战越来越火热了，请教舰长。一旦中国大陆登陆了月球之后，其实美国的史波尼克时间又到达了，也就是中国登月了，美国呢？那这是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再看一看，美国现在的火箭到底都是谁在发射？是 NASA 吗？不是，是那个马斯克在发射。马斯克2025年的时候啊，他说他的雄心是什么？说他的新建的这个火箭啊，2026年他要飞到火星去，所以很多人说他是火星人。也是这样啊，那但是呢，他在今年的，也就是日前啊，2月9号，他说重大的转折，要配合美国政府，他现在不去火星了，他要去月球。那这个也就是啊，美国输不起啊。那但是呢，我们讲到说，是不是可以从太空轨道上面侦测这一个潜舰？的确是有这一个研究啊，我们看中国大陆啊，他在2016年啊，10年前啊，他就在《激光与红外》这一个学刊上，他们就出了水下隐身动目标激光与偏振红外线探测技术研究。他到底在研究什么啊？他其实也就是研究，当这一个潜舰它在水面之下，虽然你表面看不到，但是它会有热。从它的那个舰体中溢出，它就是专门在探测这个热，而且呢，它的这个卫星就是不断的来侦测这个水的海水的温度到底有没有变化。所以我们说啊，这一个太空的一个竞逐，其实就是未来大国竞争的一个表象。那所以我们也就讲到。马斯克为什么转弯？其实也就真正的原因，也就是不能够输给中国大陆。